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有点沉重啊，但是也很重要啊。我希望这个雷呢不要爆掉啊。如果说没有爆掉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本期视频中学习一些教训啊。如果说爆掉了的话，恭喜大家。那么我们本轮熊市最低价购买比特币的机会就要到来了。那么我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呢？那就是灰度基金会不会爆雷？我在上期的视频中聊到了灰度的姊妹公司 Genesis 的风险。当时我也表示了对灰度是否爆雷的担忧，但是紧接着 Coinbase 就发了推文说灰度有 63.5万个比特币在他们的钱包里面托管，所以说后来市场上的这个 FUD 的担忧呢就降了下来，但是呢这并没有能够让很多质疑者让很多怀疑者继续撕开灰度的伤疤一探究竟。我们今天的视频的灵感呢，就来自一位加密货币的黑人大佬，叫 Arthur Hayes 啊。我多次在视频里面提到他，他在11月25日写了一篇长文来分析灰度以及母公司的一些资金盘的游戏，让大家呢再次看清楚了灰度以及它的背后的母公司 DCG 到底会不会爆雷啊？到底会不会有那一天？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全新的频道立刻交易日记。这个频道呢将会每天更新，分析每一天的走势，记录我的实盘的操作，以及分享心得体会，分享我的经验和教训。目前已经连续更新了8天了，记录了我这8天以来的交易心得，以及我这8天学到的一些新东西。欢迎大家去订阅。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要了解灰度基金会不会爆雷，我们必须要知道灰度基金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产品 GBTC 以及资金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灰度基金呢是 DCG 在2013年创立的，是灰度投资旗下专用于管理加密资产的信托基金。这是一家以持有比特币价格为市值基础的投资基金，它通过合规的资金运作方式来为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合格投资人服务。正是因为是合规的基金公司，所以这个投资人里面呢有很多教育基金、养老金，甚至有很多人将毕生的 401k 的养老金全部都买入 GBTC。 那么什么是 GBTC 呢是灰度基金发行的股票，跟真正投资比特币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运行的原理就是你可以以比特币实物或者是美元现金的形式参与，一个比特币对应1000份的 GBTC。 举个例子啊，著名币圈的老人郭宏才，他有100个比特币，那么他将这100个比特币存进了灰度信托基金。这个时候呢，灰度就给了他对应比例的10万个 GBTC， 也就是10万股的 GBTC。 那么这10万股的 GBTC 呢，可以在1级市场或者是2级市场去交易，但是呢有一个锁定周期，这个锁定周期呢是6到12个月不等。而且呢郭老板存进来的比特币就以后再也无法取出来了，就是不仅取不出来，郭老板每年呢还要给灰度基金 2% 的管理费，因为灰度不存在赎回的机制，你存进去比特币或者是美元现金，我就给你 GBTC， 你的币或者是你的钱就归我了。那么大家肯定会问，那郭老板又不是傻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问题呢就出在这里。牛市的时候啊 GBTC 对应比特币的价格呢有 40% 甚至更高的正向的溢价。假如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是5万美元，也就是说1000份 GBTC 对应的比特币理论上应该是5万美元，对吧？但是加上 40% 的溢价呢，那就是7万美元。那这个时候资本它就会发疯，跟着一起疯的还有普通的散户啊，自己全部的养老金梭哈，抵押房子贷款梭哈。与此同时啊，三箭资本 BlockFi 也梭哈了。但是呢，他们在梭哈的同时，还跟 Genesis 进一步有资本的杠杆的游戏。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三箭资本和很多资金盘公司啊，发现不仅仅可以通过 GBTC 溢价来挣钱，锁定的那6个月的期间呢，还可以将手里面的 GBTC 质押给Genesis 换取美元现金或者是比特币，然后呢拿着这些现金和比特币再存进去灰度拿到 GBTC 啊，如此以来整个过程呢玩的不亦乐乎。那大家肯定看到这个图片就会知道了，那么 Luna、FTX 他们崩盘不就是这么一个
逻辑嘛，对吧？那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是 GBTC 的大股东的列表，其中排名第一的是三箭资本，第二呢是 BlockFi，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公司发生了什么。那我们后来才知道，三箭资本通过这个循环的资本游戏，它借到了20亿美元，从这个 Genesis。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切呢都是基于 GBTC 正向溢价的大前提之下，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后来比特币下跌。GBTC 呢出现了负的溢价，这个时候呢，作为抵押品的 GBTC 呢就不能跟这个借出去的钱呢比例进行匹配了，那需要三箭或者是这个 BlockFi 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呢去追加保证金。但是呢，非常遗憾，这个时候 Luna 崩盘了，这些玩资本游戏的公司啊，个个呢都跟 Luna 关系密切，所以大家呢相互之间的这个资金链都开始断开了。这个时候呢，灰度以及母公司 DCG 呢，为了弥补这样的难堪的局面，拼命的在二级市场购买自己的这个GBTC 的股票。他们试图呢想把这个负溢价给扳回来，但是呢砸出去的钱呢连个水花也看不到，这就导致了 Genesis 坏账出现。从这一点上来看， Genesis 的资金缺口呢要远远大于他们公开说的10亿美元。三箭资本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在6月份宣布倒闭，BlockFi 昨天也提交了破产。我们再回到 GBTC 股东的列表，排名第3的是谁呢？是 DCG， 也就是灰度基金的母公司。在如此疯狂的加杠杆循环套利的游戏当中， DCG 公司它自己有没有心动，有没有行动，他们存不存在资金的缺口，迟迟不敢公开自己比特币持仓地址，到底是在掩饰什么？我们看到目前的 GBTC 呢依然是存在 40% 的负溢价，也就是有 40% 的折扣。如果说灰度公开了比特币真正的持仓地址，会不会出现踩踏的行为呢？存进去的钱以及比特币都不能赎回的条款，能不能让所有的投资者都有什么反思呢？我们在股东列表中还看到了 ARK 基金赫然在列。如果说木头姐不是傻缺的话，那她一定是跟 DCG 公司跟Barry Silbert 的背后呢有利益的往来，资本之间的事情呢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我觉得呢木头姐不是傻缺，但是呢以后他讲的话我们要打个折扣去听，什么比特币2030年30万美元，当他放屁就行了。三箭资本的倒闭， Luna 的崩盘都能跟 DCG 以及灰度基金扯上关系。最近 FTX 跟他们的关系呢是更加的密切啊，除非 DCG 有源源不断的现金的供应，否则后面的结果不堪设想。我上次聊 Genesis 的时候说到，有网友找到了灰度基金他们的比特币大约有30万枚啊，其余的比特币呢是不是已经被变卖了，拿去这个资金去堵住这些子公司的资金的缺口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地方。如果说到最后真的是公开了连30万个比特币他们都拿不出来的话，那 DCG 会不会大量的抛售 GBTC 的股票？这样呢就会导致 GBTC 的负溢价会更加的大，那这个 GBTC 呢是不是就要归零呢？那我在准备本期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去年牛市的时候就开始质疑灰度基金的资金盘游戏，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牛市的声音太大，人们追逐利益的疯狂遮盖了仅有的一点点的质疑，甚至当时还有人说，没有灰度如此的买进比特币，哪有6万9的比特币行情呢？时间到了今天，6万9呢也是渐行渐远，我们能不能从中学到什么，反思到什么呢？下一轮牛市一定还会到来，人们疯狂的劲头还一定会出现，那资金盘割韭菜也不会停止它的镰刀。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有幸看到了这个视频我希望你转给你关心的人，趁着还在熊市多多学习，多多思考，这样呢才能在下轮牛市的时候不跟着疯狂的人群呢胡乱冲锋。希望本轮熊市能够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爆掉，灰度难逃一死。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